比特币突破后什么时候要开仓？距今依然在疯狂收集比特币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比特币正在往上突破我们的震荡区间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我们在过去几天呢 ，ETF 都是连续不断的流入的。我们从10月11号以来，我们已经连续6天都是正流入，而且我们要注意哦，我们这几天连续的流入量其实都并不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10月14号有 5.5 亿美金的流入量，然后我们在16号、17号，我们都有4亿多美金的流入量。我们可以把我们这几天的流入量呢，跟过往的历史去做对比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这几天的流入量其实已经非常大了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我们前面几次的流入，它其实都没有产生很大幅的上涨，因为它都太单一了，它都只有1根 K 线、2根 K 线，一天2天，或者说2、3天，它其实没有引领一波趋势。如果我们要看到比较典型的，随着我们 ETF 的流入量呢，我们真的有开启一波多头啊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当时还在2、3月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都是连续的流入，那我们当时的流入量呢，大概都在5亿美金到8亿美金左右每天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是已经有回到这样子的水准了，虽然说还差一点点哦，不过我们这样子的流入量对于要开启波多头趋势绝对是够的，前提是我们这样子的流入它有没有延续下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几天啊，比如说我们14号、16号、17号，它的流入量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可以先来对比一下我们在日线上面的行情。那没问题，我们在14号当天哦，我们流入了 5.5 亿美金，我们当时就拉涨了一根5%，实体部分5%的 K 线哦。我们这边流入了 5.5 亿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5.55亿。然后我们后面呢，16号、17号这2天哦，一天是流入 4.58 亿，一天是流入 4.7 亿。那我们现在做一下记号，这天是 4.58 亿，然后这边是 4.7 亿，4.7 亿，4.58 亿，我们再重做一次记号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流入 5.5 亿的时候，我们有很明确的拉涨。不过我们在16号、17号，它虽然说流入的量呢也是非常非常大，可是它拉涨的幅度呢就已经非常非常小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它虽然说上下影线都有，可是实体部分呢，我们才涨了 0.82%。那我们在17号的时候，流入量依然很大哦，4.7 亿这样子的流入量呢，如果我们回到2、3月看，它拉涨的这个幅度是相当可观的。可是我们在现在呢，我们居然是回落的，那就表示啊，我们在后面的行情，就是我们在15号之后的行情呢，虽然说我们还是有持续的流入，可是有另外一股力量呢，正在把这个盘面给压下来。那虽然说这股力量呢，它不是在 ETF 这里的力量，它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传统交易所里面有其他的力量在作祟。不过只要 ETF 它能连续不断的持续流入呢，然后来把这个力量给完全抵消掉，并且我们顺利突破的话，那我们这波多头趋势呢，它就会很顺利的完成下去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开启了多头趋势，我们什么时候才是值得入场的时机点，还有加仓点呢？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震荡了7个月以上了。其实我们在过往呢，我们都有创造出几个低点，如果我们去把握这些低点的话，我们是很不好把握的。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如果说我们是看到这种低点，判断出低点，我们就入场的话，比如说在这里有个低点，在这里有个低点，这里有个低点，这里有个低点，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次的上涨呢，它后面都是失败的，它后面都还在创造出了一个新低。所以与其去抓这个底部啊，这是属于比较左侧交易的方式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，或者说我过去都一直在用右侧交易的方式，就是我要确认它这波趋势已经展开了，然后我再进行交易。那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如果我们确认它已经突破了，我们再入场再进行交易的话，这个点位就会比前面非常不好。可是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前面的行情，如果我们能确认一波趋势的开展的话，即使我们是在很确认的位置，它突破了，它确实已经离底部有走出一段距离才入场的，只要能走出趋势，我们都可以掌握非常可观的利润。其实你可以看我们就拿最远的距离突破前高，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才开仓的话，你可以发现我们依然可以掌握从突破到最高点呢，
它有53%的距离，我们吃个30-40%绝对是不为过的。那如果我们在第二段上涨趋势开始的位置呢，突破前高，然后我们才入场，这绝对算非常晚了。那我们到最高点呢，一样是有50几%，吃个30-40%，绝对不是太大的难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也是同理。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3个观察的重点啊。第一就是我们下降趋势线，现在我们已经碰过来了，已经确实在这条线上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突破。如果我们突破的话，这里其实是一个很确认的地方，就只要是你突破了，那我们这个震荡区就是已经出去了。所以这里如果你有底仓的话，这里突破适合做加仓。那如果你没有底仓的话，其实在这里开仓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再来判断一下高低点。其实对于我们趋势要逆转来说呢，我们要把原本的高低点给打破是非常关键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高低点它都在不断的降低，就表示我们在这段回调当中我们依然是在震荡偏空的走势的。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前高点，大概在7万也是很关键。如果说7万很明确的被突破的话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加仓时机。那当然最后就是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高点，因为它也最好做判断了。那由于我们在这几个位置呢，它到达或者说突破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人开仓，所以在这些位置一旦通过，它非常有可能引起行情的加速。最后就是我们的前高，大概在7万4左右的位置。那我们现在是还有一段距离的。不过，相比我们前面几次的状况呢，由于我们这一次虽然说基本面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不过由于 ETF 它连续的流入，而且是有量能的流入，我认为这次是最有机会突破的一次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再等下一次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对于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你只要点击我随便一支影片，然后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500的仓位，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。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WSOT 战队，现在奖池已经扩充了，只要是分区的前10名都可以瓜分奖金。那我绝对有信心，我们战队是一定可以瓜分到奖金的，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战队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巨金的状况好了，我们先收集。我们观察的标的呢是持有1000颗比特币到1万颗比特币这样子的地址。1000颗比特币现在换算成美金的话，大概是6-7千万的美金，6-7千万美金。如果你有1000颗比特币，就是6-7千万美金，可以持有这样子的数量比特币，它肯定是机构或者说是非常非常早期的投资者才有可能。我们可以看到图表上面呢，黑色线表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，然后紫色线这个紫色的折线表示的是比特币在这一些鲸鱼的持有下，他们总的持有量是多少？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进入这个震荡区左右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当时在4万多要往上到5万多的时候，这些巨鲸总共持有了330多万颗的比特币。那紫色的这个面积图它就代表的是30天内他们的变化量，也就是在这30天他们是增加了持仓还是减少了持仓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些巨鲸持有1000颗到1万颗比特币的鲸鱼他们在上涨的过程他们是在疯狂增持的，疯狂增加持仓就当时从3万8一直到7万4的这一波他们的拉升绝对有功劳。那他们在这个整个震荡区当中也是不断的增持，就是我们从7万4一直到我们最底部大概4万9的整个区间呢，都是他们收集筹码的区域。而且你可以发现，他们加仓是有一定准则的你可以看到，第一个拉盘他们是有在加仓，第二个他们在回调的过程呢，也是加仓的特别多。比如说，我们当时回调到了6万位置的时候，他们在6万左右呢有进行加仓。然后我们后来回调到大概5万8、5万9的时候，他们又有在进行一波加仓的高潮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在5万4左右，5万4，也就是我们从4万9一直反弹，然后后来又回撤到5万4的这一波呢，他们主要就是在这几个低点去做的加仓。可见他们也都是，虽然说加仓他们是还是比较平均的方式去加仓，但是他们也都是在价格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去加仓。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他们的成本，尤其他们购买的数额又是这么多。那我们如果从总额来看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从当时5万一直进入到这个震荡区，
总共累积了330多万颗。那到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他们已经累积到了将近400万颗的比特币哦，也就是在这整个震荡区当中呢，他们就增持了50-60万枚的比特币哦，持有1000到1万颗比特币这些地址呢，他们增持了50-60万颗的比特币，就单单在这整个震荡区当中啊，可见如果你即使作为散户呢，你在这个震荡区当中，你有加到仓，或者说你在这里购买的话呢，在我们整轮牛市周期来看的话，你依然可以创造出非常可观的利润。好，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